每逢农历7月，有4个生肖的人一定要格外注意的，因为这4个生肖自身的本命磁场到了农历7月，也就是癸月，特别容易与天地间浓重的阴气产生共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们就更容易受到干扰，不仅情绪容易起伏，精神状态不佳，就连判断力也可能跟着下降，做事情比平时更容易冲动出错。在这种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念头偏了，一个决定下得太急，都可能让原本不起眼的小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轻则破财、失眠、身体不舒服，严重一点还可能招来口舌是非，做什么都不顺，霉运一件接着一件。那么这4个需要特别小心的生肖到底分别是谁？一旦出现这些状况，又该用什么方法趋吉避凶、平安化解？现在我就用最简单最白话的方式，把背后的原因和具体的化解方法一层一层给大家讲清楚。我们先来讲第一个，生肖属鼠的相亲。属鼠的人一到农历7月，你们是首当其冲，最容易招惹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不要一听我说招阴就害怕，我们要明理，要知道原因。老鼠在12地支里面叫做什么？叫做子。子时是什么时候？是半夜11点到凌晨1点，这是一天24个小时里面最黑暗、最寒冷、阴气最重的时候。同时子也代表水，水本来就是往下流的，是阴柔的、寒冷的，所以属鼠的人天生对阴性的磁场就特别敏感，你们的直觉通常很准。但相对的，在农历7月这种天地间阴气大爆发的时候，你们就像是一根超级天线，很容易接收到外面那些不好的电波。在这个月，属鼠的相亲最容易出现什么状况？就是睡眠出大问题。明明很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或者一闭上眼睛就开始做噩梦，梦见死去的亲人，梦见被人追，甚至出现鬼压床。明明意识很清醒，身体就是动不了。白天的时候呢，整个人昏昏沉沉，疑神疑鬼，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回头一看又什么都没有。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听完就知道这所谓的撞鬼到底在我们中医和易经里是怎么一回事。在新竹有一位做建材生意的老王，老王55岁，刚好属鼠。他这个人平时脾气很冲，典型的铁齿，什么神明鬼怪他通通不信，只信他自己双手赚来的新台币。有一年农历7月中旬，他接了一个大工程，厂房盖在宝山比较偏僻的山区，工程赶进度，一天做不完就要赔好几万。那天晚上11点多了，工人都下班了，老王心里急，决定自己开车去工地巡视一下，看看明天怎么安排。他太太拦着他说，老王今天是7月半夜11、2点，你往深山里跑，不要命啦，明天天亮再去不行吗？老王眼珠子一瞪，大声骂回去，什么鬼月，我只信钱，工程延误，鬼会帮我赔钱吗？你懂什么？说完车门一摔，油门一踩就上山了。老王开着车越往山里走，路灯越暗。那天晚上特别奇怪，山上起了大雾，车里的冷气明明开得很小，老王却觉得有一股寒气，直接从脚底板一直往头顶上窜，连方向盘摸起来都像冰块一样。车上的广播也开始发出沙沙沙的杂音，接着远处传来了野狗吹狗螺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在空荡荡的山谷里回荡。老王本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这时候心里也开始有点发毛了。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环境的阴寒之气，已经开始伤你的神了。到了工地，四周黑漆漆的，只有没盖好的水泥柱子孤零零的立在那里，空气里全是那种生冷的水泥味和泥土的腥味。老王拿了手机当手电筒，往厂房深处走。走着走着，突然他听到背后传来了沙沙沙的声音，就像是有人拖着一个沉重的麻布袋在地上走。老王猛地一回头，大吼一声，谁在那里？是不是来偷钢筋的？没有人回答，四周安静的连他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阴风吹过来，老王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后脖颈被人轻轻吹了一口凉气，那口凉气冰冷刺骨，就像是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死鱼，死死贴在脖子上一样。老王吓得惨叫一声，手机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他连捡都不敢捡，连滚带爬的冲回车上，油门踩到底，一路狂飙下山。回到家的时候，他太太一看，吓了一大跳。老王整个人面如死灰，嘴唇发紫，全身抖得像筛糠一样，话都说不清楚，一直指着门外说有人跟着我。当天晚上，老王就开始发高烧，烧到40度，送到医院急诊。医生最后只能说是一般的病毒感染，给他吊点滴，打退烧针。可是药效一过，马上又烧起来。老王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总是胡言乱语，说病房的角落里站着人。最后怎么好的？他太太实在没办法，跑来找我。我一听，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告诉他，太太，这根本不是什么感冒病毒。老王属鼠本身就是子水，属阴，农历7月是阴月，半夜子时是阴时，深山老林是阴地。他一个人把天地间所有的阴气全给集齐了。最关键的是什么？《黄帝内经》里说得很清楚，恐则气下。人一受到极度惊吓，体内的气机就会往下坠，阳气瞬间涣散，毛孔全部打开。这个时候，山里的那些湿气、寒气、脏气，也就是大家说的阴邪之气，瞬间就顺着毛孔钻进了他的身体，直接伤了他的心神。神明无主，人当然会看到幻觉，外邪入体，身体当然会发高烧。这发烧不是坏事，这是身体在用最后一点阳气跟外面的寒邪在打架。可是医院给他吊点滴，点滴是什么？是冰凉的水啊！这等于是在他微弱的火苗上浇冷水。我让他太太马上停掉那些点滴，给他熬了浓浓的桂枝汤，里面加了重剂量的生姜和附子。为什么用附子？附子是我们中医里的一员猛将，是纯阳的核武器，专门用来斩杀这种阴寒之邪，要把他体内的寒气硬生生逼出来，然后让他用粗盐在老王的病床四周撒上一圈。为什么用粗盐？盐是吸收了太阳暴晒的精华结晶，属于极阳之物，最能破除这种阴寒的磁场。喝了药，出了一身大汗，老王第二天体温就降下来了，眼神也恢复了清明。但因为这一场大病，他在床上躺了足足半个月。大客户因为联络不到他，把订单取消了，最后工程也违约，赔了一大笔钱，这就叫破财伤身。所以属鼠的乡亲们，你们听懂了吗？鬼月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保护自己的阳气。我给属鼠乡亲3个化解方法，你们一定要记牢。1. 随身带粗盐，阳火来护体，去菜市场买那种最便宜的粗海盐，千万不要用精盐。抓一小把，装在红色的红包袋里，出门就放在裤子口袋或者包包里。红色属火，粗盐属阳，这叫阳火护体。去过医院、墓地或者比较偏僻的地方，回家进门前把盐袋拿出来丢进外面的垃圾桶，把晦气丢在外面，绝对不要带进家门。2. 子时必睡觉，保住命笛子。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上床睡觉，子时是你补充阳气最重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睡就是在消耗自己的命笛，你底气一虚，外邪马上就来敲门。3. 中午晒后背，逼出阴寒气。中午12点左右，太阳最烈的时候，不要一直躲在冷气房里，走出去背对着太阳晒个15分钟。人的背部有一条督脉，这是全身阳气汇聚的地方，让太阳烤一烤你的督脉，把你体内的寒湿之气、阴气全部逼出来。阳气足了，就算好兄弟站在你面前，他也得绕着你走。讲完了属鼠的，接下来我们来讲第2个生肖，属猴的乡亲，你们现在的耳朵给我拉长一点，仔细听好。这个月你们最大的危机不是在外面撞了什么脏东西，而是出在你们自己那张嘴上。我们翻开农民历来看看，农历7月在节气上叫做什么月？叫做申月。地支里面的申对应的就是生肖猴，也就是说整个农历7月就是你们属猴的本命月。俗话说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
你平常犯太岁就算了，这个申月还刚好撞上天地阴气最重的癸月，而且你们要知道，在五行里面，申属什么？属金，金代表什么？代表金属，刀剑本身就带着一股肃杀之气。猴子这种动物天生就是跳来跳去，机灵，反应快，但缺点是什么？就是静不下来，心浮气躁。到了申月，这股躁动的精气跟7月的阴气撞在一起，你们属猴的人整个人的脾气就像吃了炸药一样，一点就着，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心浮气躁会引发什么后果？就是管不住那张嘴嘛。台湾的乡亲都知道，7月半我们要中元普渡，要在门口摆桌子拜拜，招待过路的好兄弟。这是一份慈悲心，也是对天地鬼神的一份敬畏。可是属猴的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犯一种要命的毛病，就是铁齿加上乱讲话。看到别人虔诚拜拜，他非要在旁边酸两句，或者自以为幽默，开一些对好兄弟极其不敬的玩笑。你以为你很幽默，你以为你讲两句大话就是胆子大，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往火药桶里丢火柴，是在给自己找大麻烦。我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台南夜市的真实事情。台南有一个摆摊卖炒鳝鱼意面的阿伯，我们叫他老林。老林60几岁的，刚好属猴。他这个人做生意很实在，大火快炒的功夫很好，但就是有一张毒嘴，平时得理不饶人，不管对谁都要酸上几句。有一年的中元节，夜市管委会组织大家在入口处摆大桌子，统一普渡拜拜。那天刚好下了一点阵雨，天气闷热得很，一丝风都没有。老林的摊位生意不太好，他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看到管委会摆了满满几大桌的丰盛贡品，有三牲，有水果，还有一箱一箱的啤酒。老林站在旁边抽着烟，抖着脚，那张嘴就开始不干不净了。他大声嚷嚷着：哎呦，拜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浪费钱，那些鬼是吃得到哦，还不是最后拿去喂狗。我老林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鬼没见过，穷鬼最可怕啦。有本事叫他们来找我啊，我请他们吃免钱的鳝鱼意面啦。旁边的摊贩听到，吓得脸色都白了，赶紧拉住他的手，压低声音说：老林啊，7月半你不要乱讲话啦，举头三尺有神明，快点讲呸呸呸，说你是在开玩笑的。老林一把甩开人家的手，冷笑一声：呸什么呸，迷信，我做生意靠的是双手，又不是靠鬼。说完连香都不拿，转头就回自己摊位去了。结果呢，现世报来得比翻书还快。那天晚上的夜市明明是周末，而且雨也停了，但整个夜市却冷清得像坟场一样。走进来的人三三两两，而且全都面无表情，低着头快步走过。最邪门的是老林的摊位，他头顶上的那盏大路灯，整个晚上就是闪闪闪，忽明忽暗。他那个平时用的好好的快速炉，那天怎么点都点不顺，火苗一直呼呼作响，竟然还透着一股诡异的绿光。老林心里虽然有点发毛，但还在硬撑。到了半夜1点多，夜市收摊了，老林骑着他那台旧机车，载着剩下的食材准备回家。回家的路有一段要经过比较偏僻的产业道路，两旁都是比人还高的芒草，连一盏路灯都没有。老林骑着骑着，突然感觉周围的温度瞬间降了好几度，连安全帽上的镜片都起了一层白雾。就在这个时候，他往正前方一看，20-30公尺外的路中央竟然蹲着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老林以为是野狗，马上猛按喇叭，叭叭叭，可是那个影子一动也不动。等机车逼近了，车灯的光一照上去，老林全身的血液瞬间像结冰了一样。那根本不是什么野狗，那是一个穿着破烂衣服，脸色惨白的人。更恐怖的是，那个人缓缓转过头来，用极其空洞的眼神死死盯着老林，嘴角还扯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笑容。老林吓得惨叫出声，大脑一片空白，双手本能的猛转机车龙头，机车瞬间失控，砰的一声巨响，连人带车直接冲进旁边的深水沟里。等他被人发现送到医院，虽然命大没有伤到脊椎和脑部，但是右腿严重骨折，整个肿得像大象腿一样。我们从命理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极度惊吓伤的是肾气，肾主骨，加上申猴属金，金主兵器，
主车祸，气场一破，外邪入侵，金属碰撞加上伤筋动骨，这就是必然的结果。这还没完，他在医院躺了整整2个月，没办法去夜市摆摊，断了收入。后来出院没多久，他的摊位莫名其妙被卫生局连续抽查开罚单，还因为跟客人起口角惹上了官司，弄得他焦头烂额，差点连老本都赔光。各位乡亲，你们仔细想想，这就叫做祸从口出啊！鬼神这种东西，你可以选择不信，你可以过好你自己的日子，但是你绝对不能不敬。人家好兄弟1年就出来放这么一次假，在外面吃顿大餐，你跑过去掀人家的桌子，骂脏话，你这不是犯贱是什么？这就像你在路上看到一群流氓在吃饭，你跑过去骂人家一顿，人家能不揍你吗？更何况是在这个申月，你属猴的本命气场本来就不稳定，你还去招惹他们，那真的是神仙也救不了你。我给属猴乡亲3个化解方法，把你们的脾气给我压下来。第一，多做事，少说话。在这个农历7月，你们就是要懂得收敛，看到人家拜拜，你就安静的走过去，心里保持尊重就好，不要去批评别人的信仰，更绝对禁止开任何关于鬼神的玩笑。第二，不说是非，不造口业。这个月不仅是对无形的东西要尊敬，对人也一样。属猴的人这个月容易有口舌之争，在公司在家里碰到不顺心的事情，先深呼吸3秒钟，把那股火气压下去，不要冲动去跟人家吵架。你一吵，自身金的气场破绽就露出来了，厄运马上就趁虚而入。第三，随身佩戴红线，以火克金，去大庙，像是观音庙、关帝庙，求一条过香炉的红线，绑在自己的右手手腕上。为什么用红线？五行里面红色属火，火能克金，绑在手上就是用这把真阳之火压住你身经的暴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看到红线就闭上嘴巴。只要你心存敬畏，不乱挑衅，这个太岁月你自然就能平平安安，逢凶化吉。我们接着往下讲，刚才讲完属猴的，现在我们要来讲第3个极度危险的生肖。生肖属猪的乡亲，如果说属的是天线容易接收，属猴的是嘴贱去招惹，那么你们属猪的，在这个农历7月最大的危机就在于你们的体质，你们在这个月会变成一块超级海绵，外邪一逼，你们就全部吸进去了。我们要先懂易经的道理，才不会盲目害怕。猪在12地支里面对应的就是亥，亥五行也属水，但你们记住，它跟老鼠的子水完全不一样。子水是正冬天的冰水，而亥水是初冬的寒水，是节气刚刚进入冬天，万物开始凋零，寒气刚刚凝结时候的水。我们中医常讲4个字，寒凝气滞。属猪的人在这个农历7月，只要自身阳气稍微不够，身体的防御力就会大幅度下降，阴气一逼过来，你们就像海绵吸水一样，不知不觉就把外面的脏东西、邪气、湿寒之气全部吸进身体里了。在这个月，属猪的乡亲最容易出现什么状况？就是觉得身体莫名其妙的重，尤其是你的后背和肩膀，老觉得像是有个人骑在你脖子上一样，那种酸痛就像是一条冰冷湿透的毛巾，死死裹住你的骨头，你怎么去给人家按摩、拔罐都没用。特别是如果你最近去了医院探病，去了海边吹风，或者去了墓园，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眼神涣散，怎么睡都睡不饱。乡亲啊，这就是典型的外邪入侵。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台北的真实案例，你们听了绝对会起鸡皮疙瘩。在台北北投有一位刚刚退休的陈阿公，陈阿公60多岁，刚好属猪。他这个人辛苦了一辈子，退休后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超级喜欢钓鱼，而且特别迷恋去海边的礁石上矶钓。有一年农历7月，刚好碰上连续几天大潮，陈阿公在家根本坐不住，收拾的钓竿和火饵、小冰箱就要往北海岸跑。他儿子跟媳妇死命拉着他，苦苦哀求，爸，现在是7月半，又是大半夜的，海边最阴了，水鬼都在找交替，你千万不要去啦。陈阿公气呼呼地推开儿子，骂道，什么水鬼找交替，钓鱼看的是潮水，
懂不懂？潮水不等人，鬼月鱼才饿呢。我脖子上带着妈祖的平安符，怕什么？说完，一个人开车就直奔北海岸去了。那天晚上的北海岸真的一点光都没有，天空全都是厚厚的黑云，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海风呼呼的刮着，海浪激起白色的浪花，整个海面黑的就像一锅熬浓的墨汁，深不见底。陈阿公找了一个平时常去的钓点，穿上防滑钉鞋，打着头灯，挂好鱼饵，就把线抛了出去。刚开始1-2个小时，什么动静都没有，海风吹在身上，越来越冷。陈阿公虽然穿着防水风衣，但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颤。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周遭安静的有点可怕。刚才明明还有海浪拍打的声音，现在竟然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就在半夜2点多的时候，海面上的夜光浮标突然唰了一下，猛地沉进了水里。陈阿公眼睛一亮，精神全来了。大鱼，他猛地一扬竿，手感非常沉重，钓竿瞬间弯成了满弓。他心里狂喜，以为钓到了极品的大黑毛，开始拼命地摇卷线器，跟水底下的东西拔河。可是越拉，陈阿公越觉得不对劲，水底下那股力量死气沉沉的，没有活鱼那种左冲右突的挣扎，就是单纯的死命的往下沉，仿佛是在水底生了根，又或者是有几百双冰冷的手在下面死死拽着鱼线。陈阿公咬着牙，满身大汗的把那团东西强行拖出了水面。他赶紧把头灯的光照过去，那根本不是什么大鱼，那是一件破烂不堪的黄色轻便雨衣，上面缠满了黑色的海藻，就像女人的长头发一样，滴答滴答的滴着水，而且散发着一股极其浓烈的，像是水沟烂泥混合着死鱼的腥臭味。就在陈阿公看清楚那件雨衣的瞬间，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阴风，那阵风不是从前面吹来的，而是直接从陈阿公的脚底板沿着小腿、大腿、脊椎骨一路冰冷地窜上了天灵盖。接着陈阿公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肩膀瞬间一沉，就像是有个湿漉漉的冰冷的东西重重地趴在了他的背上，而且他的耳边传来了一声极轻极细却又无比清晰的叹息声。陈阿公吓得惨叫一声，哪里还顾得上几万块的钓竿和装备，连滚带爬地冲回车上，锁死车门，油门踩到底，逃回了台北。事情还没结束，第二天早上，陈阿公的家人发现不对劲了。陈阿公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客厅看电视，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不喝水，连灯都不开。他儿子把房门一推开，嘶的倒抽了一口凉气。陈阿公缩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里，全身裹着棉被，眼神完全是直的，呆滞的看着前方。儿子叫他：爸，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感冒了？陈阿公机械的转过头，死死盯着儿子，突然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用一种极其怪异沙哑的声音说：嘘，不要讲话，他在看我。家里人吓坏了，带去大医院看精神科。医生说是受了严重刺激导致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只能开镇定剂。吃了镇定剂，陈阿公就昏睡，醒了之后还是缩在角落，日渐消瘦，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后来他们家亲戚把我请了过去，我一进他家门，看到陈阿公那个气色，脸上一团黑气罩在印堂，这就是标准的阴邪入体，神明失守。属猪的亥水体质本来阳气就偏弱，他还偏偏在7月半的半夜，一个人跑到阴气最重、水气最旺的深海边，拉上来那件来历不明的雨衣，就是压垮他阳气的最后一根稻草。极度的恐惧让他的毛孔大开，海边的极寒阴邪之气瞬间长驱直入，直接伤了他的心神。我当时怎么处理的？我马上叫他儿子把家里的窗帘全部拉开，让最烈的阳光照进来，然后开了中医里面的四逆汤，用大剂量的附子、干姜、甘草熬得浓浓的，强行灌下去。为什么叫四逆？就是要用这帖至阳之药，把你四肢逆能的寒气给破掉。接着我拿艾条重灸他的大椎穴和百会穴。大椎在后脖子，是全身诸阳之会，
百会在头顶是猪羊之首，艾草是纯阳之物，火一烤下去，阳气一通。连烧了3天，陈阿公吐出了一大口黑色的寒痰，出了一身黏糊糊的冷汗，这才突然大哭一场，彻底清醒过来。但是经历了这一场，他老人家大病一场，身体虚弱了整整2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去海边钓鱼的事情了。各位属猪的乡亲，听明白了吗？你们的体质在这个月就是最容易受凉，最容易吸纳阴气的。我给属猪乡亲3个化解方法，把你们的阳气给我护好。第一，绝对远离阴寒之地。这个月什么海边、溪边、游泳池，属猪的乡亲绝对禁止去。医院如果没有生死攸关的大事，绝对不要去探病。墓地、废墟、地下室这些见不到阳光的地方，能避就避。第二，白天必须补阳气。你们在这个月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一定要走到户外，去大太阳底下走动10分钟，不需要满头大汗，只要感觉到身体微微发热就行。借助天地间最旺的太阳真火，把你体内的寒湿之气烤干，补足你的阳气。第三，多吃温热发散之物。这个月少吃冰品，少喝冷饮，多吃一点姜葱蒜，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生姜。晚上如果觉得莫名其妙发冷、肩膀酸痛，回家马上用热水泡脚，泡到微微出汗，把入侵体内的寒邪逼出来，你自然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们马上来讲最后一个，也是最特别、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生肖。生肖属蛇的乡亲，前面我们讲了属鼠的容易招阴，属猴的容易嘴贱惹祸，属猪的体质弱，容易外邪入侵。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因为外在的阴气磁场影响了你。但是属蛇的乡亲，你们在这个农历7月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外面的鬼来找你，而是你心里的无名火变成了最可怕的心魔。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八字五行来看，蛇在12地支里面叫做巳，巳对应的五行是火。但你们注意了，它不是正中午那种光芒万丈，把一切都照亮的午火，太阳之火。巳火在易经里叫做阴火。什么是阴火？你们想象一下，就是在神明桌上点的那一盏小小的油灯，或者是一根在风中摇晃的红蜡烛。它有温度，有光芒，但是非常不稳定。农历7月是个什么样的环境？是阴气最重，水气开始凝结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天地磁场就像是一阵一阵的阴风，一直在吹你心里这把微弱的巳火。风一吹，火苗就忽明忽暗，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但如果你把它逼急了，它突然间就会失控爆炸，变成燎原大火。这就导致了属蛇的人在这个月，你们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平时看起来温温和和的一个人，在这个月会突然变得极其暴躁，一点就着，看什么都不顺眼，听什么都觉得是在骂你，一股无名火就死死堵在胸口，怎么也发泄不出来。这在我们中医里就叫做心火内郁，神明受扰。乡亲啊，你以为发脾气就只是心情不好而已吗？我告诉你，人一发火，理智线一断，那就是火煞冲天，什么倒霉事、血光之灾都会跟着来。我讲一个台中大理的真实案例，你们就知道这种情绪失控引发的火煞有多恐怖。台中有一位全职家庭主妇，我们就叫她阿珍。阿珍45岁，刚好属蛇。认识她的人都知道，阿珍平时脾气超级好，说话轻声细语，把老公和2个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是大家眼里的贤妻良母。但是有一年农历7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差点让她家破人亡的大事。那一阵子天气非常闷热，是典型的秋老虎。有一天傍晚，阿珍在厨房里做晚饭，厨房里本来就热，抽油烟机轰隆隆的响着，阿珍满头大汗，正在起油锅准备炸排骨。这时候她先生老陈下班回来了，老陈在公司被老板骂了一顿，心情也很烦躁。他一进门，把公司包往沙发上一扔，走到厨房门口，看到阿珍满头大汗，他不但没有帮忙，反而脱口而出就抱怨了一句：这么热的天，你炸什么排骨啦？搞得整个屋子都是油烟味，随便弄个凉拌菜不行吗？每天回来都弄得乌烟瘴气的，烦不烦啊？各位乡亲，如果换作平时，阿珍可能笑笑就过去了，
或者回2句嘴就算了。可是那天是农历7月，阿珍这把微弱的巳火，本来就已经被外在的阴气和厨房的闷热压抑到了极点。老陈这句抱怨，就像是把一桶汽油直接泼进了阿珍心里那把压抑已久的无名火里。据阿珍后来回忆，她当时听到那句话的一瞬间，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股极其爆裂的怒火直接从她的胃部窜到了天灵盖。她的双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眼前的视线甚至都变红了，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仿佛有个魔鬼在她耳朵边疯狂地喊：烧掉，把一切都毁掉。阿珍像中邪一样，一句话都没说，猛地转过身，一把抓住瓦斯炉的开关，啪的一声，直接把火转到了最大。那锅滚烫的热油温度瞬间飙高，排骨都还没下锅，锅里就冒出了浓浓的黑烟。老陈在客厅闻到焦味，冲到厨房门口大喊：阿珍，你干什么？火开那么大，油要烧起来了。阿珍不仅没有关火，反而转过头，用一种极其恐怖老陈从来没见过的眼神死死盯着他，那眼神里充满了仇恨狂躁，就像是一条随时要咬死人的毒蛇。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轰的一声巨响，锅里的热油因为温度过高直接起火了，半公尺高的火舌瞬间窜上了抽油烟机，把上面的塑料滤网烧得噼里啪啦响，整个厨房瞬间变成了火海。最可怕的是，阿珍就呆呆地站在火炉前面，动也不动，脸上竟然还带着一丝诡异的冷笑。幸好老陈反应快，平时有消防常识，他拼了命地冲过去，一把将阿珍推开，然后抓起旁边琉璃台里的一条大丝毛巾，狠狠地盖在起火的油锅上，接着冲过去强行关掉瓦斯总开关，就差那么一丁点啊。如果火势顺着抽油烟机的管线烧进去，或者烧到了旁边阳台的瓦斯桶，那绝对是一场死伤惨重的气爆。火扑灭之后，老陈瘫坐在地上，全身都湿透了，而阿珍这个时候才像是大梦初醒一样，看着被烧得漆黑一片的厨房，突然崩溃大哭起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会那么做，他哭着跟老陈说：我不知道，我刚刚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要爆炸了。后来因为这件事，夫妻俩心里有了严重的阴影，天天吵架，差点就签字离婚了。老陈甚至带阿珍去收金，庙里的师傅说他是被不干净的东西跟上了。后来他们辗转找到我，我看了阿珍的八字，直接告诉他们哪里是外面不干净的东西，是他自己心里的火煞失控了。中医讲心主神明，当你的心火旺到极点，把你的神志给烧糊涂了，人就会出现中医说的狂症，表现出来就像是中邪一样。属蛇的人在农历7月，你们的巳火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外在环境越阴，你们内在的火气就越容易被憋住，憋到极限。只要别人一根小小的火柴，比如一句不中听的话，就能把你们彻底引爆。这叫阴极生阳，阳极化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个心魔如果不压制住，你们在这个月最容易跟家人反目成仇，在公司跟主管拍桌子翻脸，甚至在马路上因为一点行车纠纷就跟人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魔考。我给属蛇乡亲3个化解方法，把你们的无名火给我撤掉。第一，打坐静心，吐纳降火。每天晚上睡觉前关掉电视手机，在床沿或者椅子上坐直，闭上眼睛，用鼻子深吸气，吸到肚子鼓起来，然后用嘴巴慢慢吐气，吐到肚子扁下去，这样来回做21次。这在中医叫做引火归元，把你冲到脑袋上的无名火重新压回丹田去，只要心不乱，什么煞气都伤不了你。第二，喝莲子心茶，清泻心火。去中药房买一点莲子心，注意是莲子中间那一根绿色的苦苦的心，不是白色的莲子肉。拿一小撮泡热水喝。莲子心极苦，中医讲苦寒入心经，它能够最快速最有效的清掉你心脏的虚火，让你整个人平静下来。第三，离开冲突现场，切断磁场。这个月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胸口开始发闷，想要发脾气骂人的时候，记住我的话，闭上嘴，马上转身离开那个房间，去外面走10分钟再回来。只要切断那个当下的冲突磁场，你的理智线就能接回来。
和气才能生财，冲动只会破财伤身。听到这里，肯定有很多还没被点到名的人在着急了。那我属老虎的呢？我属龙的呢？你都没讲到我，是不是代表我在农历7月8字重，可以横着走，半夜去夜游也不怕？你们别急，别高兴得太早。现在我就来讲讲号称阳气爆棚主的4个生肖，属虎、属龙、属马、属狗的相亲。我们从八字地支来看，寅虎、辰龙、午马、戌狗，这4个生肖是典型的阳气极重，特别是属马跟属虎的，一个是纯阳之火，一个是纯阳之木。属龙和属狗的呢，那是燥热的阳土。你们这4个生肖的人，天生就像是一台会行走的强力发电机，体内的气血极度旺盛，胆子也大。鬼月到了，外面的阴寒之气，那些无形的好兄弟看到你们，就像是我们在正中午看到刺眼的太阳一样，躲都来不及，哪里还敢靠近你们？所以单从撞鬼招阴这个角度来说，你们是最安全的。但是你们以为不撞鬼就没事了吗？大错特错。黄帝内经里面最讲究的4个字叫做阴阳平衡。你们这4个生肖在这个月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鬼，而是你们自己太阳刚、太铁齿、太冲动。农历7月在节气上已经进入秋天了。中医讲秋收冬藏，这是一个天地都在叫你收敛，叫你安静下来的磁场。可是你们呢，仗着自己八字硬，身体好，偏不信邪。人家说7月半不要去深山夜游，你非要骑着重机去跑山。人家说7月不要去废弃医院探险，你非要拿个手机去开直播。结果呢，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撞鬼，但你会因为过度亢奋，注意力不集中，给自己惹来严重的血光之灾。我讲一个发生在北宜公路的真实事情。新店有一个车友叫老李，老李48岁，刚好属马，马是午火，老李就是标准的火爆脾气，精力旺盛，50岁的人了，还天天跟着20-30岁的小伙子骑重机去北宜公路压车。有一年农历7月，刚好是周末，原本车队约好晚上要去北宜跑一圈，结果到了傍晚，几个年轻人觉得今天是7月半，心里有点毛，纷纷在群组里说要取消。老李一看，火气就上来了，在群组里大骂：一群没胆的，我是火马，我一身正气，怕什么鬼？你们不去，我自己去。老李穿上防摔衣，跨上重机，油门一吹就上了北宜公路。那天晚上的北宜起了一点薄雾，一辆车都没有。老李骑在上面，非但没有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异常的兴奋。他的心跳跳得非常快，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防摔衣里面全都是汗。这在我们中医里叫做什么？叫做壮火食气。他的阳气没有收敛起来，反而因为外在阴气的刺激，产生了极度亢奋的假象，肾上腺素狂飙，把他的理智全部给吞噬了。老李越骑越快，时速已经破100了。进入9弯18拐的时候，他看到前面一个大弯道，本来应该要刹车退档，可是那一瞬间，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冲过去，压下去。就在他压车过弯的那 0.1 秒，他的脑袋突然的一下，一片空白。中医讲阳气过亢，神明脱失，那一瞬间，他的灵魂跟不上他的身体了。老李根本没有看到路边有沙子，轮胎一打滑，砰的一声巨响，整台重机在地上擦出一长串刺眼的火花。老李整个人像炮弹一样飞了出去，重重的撞在水泥护栏上。各位乡亲，老李没有撞到鬼，也没有什么黑影跑出来吓他，他就是纯粹被自己体内那股控制不住的阳气给反噬了。万幸的是，老李装备穿得齐全，命保住了，但是锁骨断了2根，肋骨断了3根，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花了一大笔医药费，那台几十万的重机也直接报废。这在命理上就叫做阳极反噬。你的阳气太重，不懂得在这个阴月顺应天时去收敛，两股极端的气场一撞，直接就变成了血光之灾。你们要知道，最大的灾祸往往不是鬼神给的，而是你们盲目的自信惹出来的。我给属虎、属龙、属马、属狗的乡亲最实用的3个保命化解方法。一，功课只有2个字：藏和收。这个月把你们的野心和胆量给我收起来，不要去挑战任何竞技，不要去搞什么极限运动，
别人越不敢去的地方，你也别去凑热闹。晚上早点回家陪家人看电视，这叫葬神。2，多喝温水，降心火。阳气重的人在这个月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心浮气躁。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大杯温水，不要喝冰的，冰水会激怒体内的阳气，喝温水让身体微微出汗，把那股燥热的火气给平息下来。3，不开快车，不抢快。这4个生肖这个月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开车骑车的时候，只要你想踩油门超车，马上在心里默念3声平安是福，提早5分钟出门，不要因为一时的急躁让自己见了血光。只要你们顺应节气，低调行事，把你们的发电机关小一点，这个月你们绝对能安稳度过。讲完了前面几组惊心动魄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讲讲属牛和属羊的相亲。这2个生肖在12地支里都是属土，牛是丑土，也就是湿润的泥土；羊是未土，是干燥的热土。我们中医讲脾胃属土为后天之本。你们这2个生肖的人做事脚踏实地，性格通常比较固执勤奋。在农历7月，你们不太容易遇到什么灵异事件，去跑山也不会那么冲动，但你们会遇到一个比见鬼更折磨人的问题，脾胃大罢工。农历7月刚好是夏秋交替的时候，也就是中医说的长夏尾声。这时候天地间的湿气和寒气是最重的，你们属土的体质在这个月最容易被外面的湿邪困住，这在病理上叫做寒湿困脾。很多属牛属羊的乡亲在7月中元普渡的时候，看家里拜拜的东西多，就开始大吃大喝，一碗接一碗的去肉饭，肥腻的白斩鸡拼命往肚子里塞，吃得满身大汗，再配上几罐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台湾啤酒，哇，当下喝得很爽。结果第2天早上起来惨了，上吐下泻，整个人头重脚轻，连站都站不稳，脸色惨白的跟白纸一样。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你会觉得头上好像裹着一条湿漉漉的厚毛巾，脖子超级僵硬。这时候家里的老人家就会紧张了，还有是不是昨天拜拜的时候没规矩，乱讲话，被好兄弟煞到了，还是有东西骑在你脖子上，赶紧带去庙里给师傅收金。乡亲啊，这哪里是煞到，说白了去收什么金啊，你根本就是吃撑了，在折磨自己的脾胃。冰冷的啤酒加上油腻的食物，直接把你的脾胃阳气给浇灭了。脾主运化，脾胃一罢工，身体里的湿气排不出去，堵在经络里。中医讲湿性重浊，你当然会觉得头重如裹，全身酸痛，好像有鬼压着你一样。这就跟鬼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你自己吃出来的毛病。我给脾胃为基础的化解方法非常简单。属牛属羊的乡亲，这个月你们要顾好你们的后天之本，绝对不要碰冰水，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去中药房抓一副4神汤，也就是山药、莲子、芡实、茯苓炖点猪肚或者排骨喝。4神汤是最温和、最能健脾祛湿的药膳。只要你们把脾胃养好了，中气十足，外邪自然就进不来。这个7月你们绝对身体勇健，吃什么都好消化。最后我们要来讲讲12生肖里的最后2个属兔和属鸡的相亲。卯兔和酉鸡在八字里面代表的正东和正西，是纯粹的木和纯粹的金。最关键的是什么？这2个地支在命理上被称为4正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桃花星。你们这2个生肖的人天生人缘好，心思细腻，感情丰富，很容易跟别人产生共鸣，同情心特别强。但在农历7月这个阴气笼罩的月份，这种感情丰富就会变成你们的致命伤。因为在这个月你们最容易遇到的是人鬼难分的局面。我说的鬼不是飘在半空中的那种鬼，而是指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人和专门来吸干你心血的烂桃花。7月的阴寒磁场会让属兔和属鸡的人变得特别容易心软。我讲个桃园林大姐的例子。林大姐属兔，开早餐店的人超级善良。有一年农历7月，一个10几年没联络，以前常来买早餐的老顾客突然跑来找他哭诉，说自己做生意失败，走投无路了，跪在地上求林大姐借他50万周转。
不然就要去跳楼。林大姐在这个音乐同情心大泛滥，理直线完全断裂，觉得哎呀，她好可怜，我都认识她这么久了，不帮她我良心过不去。于是背着老公把定存解约借给了她。结果呢，那个人拿到钱，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电话变空号，连夜搬家。林大姐大病一场，早餐店也差点开不下去。乡亲啊，如果你在这个月理智线不够清晰，你这叫做什么？这叫引鬼入室。你们要知道，所谓的无形众生，有时候就是化作这种负能量极强的人来消耗你。他们就像是水蛭，像吸血鬼，看中你的善良和桃花体质，狠狠地吸干你的能量和钱财。这种人鬼比真的鬼还要可怕10000倍。我给桃花劫煞组的化解方法只有一句忠告：属兔属鸡的乡亲，你们在这个月要学会当一个冷酷无情的人。遇到来借钱的，叫你起会的，叫你做保的，不管他说的多么凄惨，一律拒绝。遇到来跟你抱怨散播负能量的烂桃花，左耳进右耳出，千万不要主动去帮人家出头。在这个月守住你的荷包，守住你的界限，这就是最好的保身之道。各位乡亲，今天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农历7月12个生肖可能遇到的危机，以及中医易经里面的化解之道给你们讲得清清楚楚。我今天坐在这里讲这些，绝对不是要大家去迷信，更不是要吓唬你们，让你们整天提心吊胆，晚上不敢出门。天地万物一阴一阳，鬼神本来就是这宇宙气场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你只要懂了它的运作规则，懂了如何保护自己的阳气和神智，就没什么好怕的。很多人到处去求神问卜，花大钱买什么法器，请人看什么风水。但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世间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的人心。心存善念，做事光明磊落，不去算计别人，你的阳气自然就足。阳气一足，你身上就有一团耀眼的正气护体，什么阴邪，什么脏东西都靠不进你。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只要你心里有别人，懂得利他，懂得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鬼神看到你都要给你让路，都要敬重你3分。把自己的心修好，就是给自己，给你的子孙后代布下了最强大的风水局。今天大家能有耐心在这里把这支影片看完，这就代表我们之间结下了一份深深的善缘。既然结了善缘，我们就要把这份正能量在这阴气最重的农历7月无限的扩大出去。我现在要交给各位一个小小的任务，我希望大家在底下的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是为你爱的人，你的家人留下一句祈福的话。你可以写愿父母身体健康，无灾无难，也可以写祝所有看到这支影片的乡亲都能平安顺遂，逢凶化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句话，大家一人一句好话，1000句10000句好话汇聚在这个评论区，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度强大充满慈悲的正向磁场。这个集合了大家善念的磁场，不仅能破除农历7月所有的阴霾，更能保佑你们全家在农历7月甚至往后的每一年每一天都能平平安安，福寿绵长。让我们一起转动这个善的磁场。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心正气顺，平安健康。我们下次见。